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把红酒倒入面粉中，出锅，没想到有这么好吃。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，试一次就忘不了了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瓶红酒，开盖后把红酒倒入锅中，不要全部倒完。一瓶红酒有750毫升，我们只倒出1/3就可以。开大火把红酒烧开，因为红酒的酒精度是12到15度，如果直接用红酒来和面的话，红酒里面的酒精会把酵母杀死，所以我们需要把红酒加热一下，酒精碰到高温就会挥发掉了，烧开就可以，然后给它关火，再把红酒倒入杯子里面放凉。接着准备350克高筋面粉，加5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再加1小勺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酵母完全融入面粉里，这样酵母发酵的才会均匀。搅匀后再倒入放凉的红酒，红酒我们一定要放凉才能倒入，不然温度太高也会把酵母烫死。直接倒入200毫升的红酒，再倒入1颗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很多朋友都会好奇了，用红酒发面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其实用红酒发面呢，只是换一种口味做面食，红酒是不能促进酵母发酵的。相反，如果处理不好，红酒里面的酒精还会把酵母杀死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如果搅拌的时候感觉太稀了，还可以加一点面粉，如果觉得太干了，还可以加一点红酒，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就可以，再把它转移到面板上，盖上一个大碗，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大碗看看，现在的面团已经松弛好了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在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然后加入3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没有黄油的可以加玉米油，再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这里的黄油一定要提前软化一下，这样很容易就揉匀了。揉匀后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有一点粘手和粘面板，可以在面板上抹少许食用油，多揉一会儿就不粘了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，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。全程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，再给它整理成圆形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非常的松软。再放入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抹少许食用油，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200克豆沙馅，这个豆沙馅超市和网上都有卖，当然自己可以在家做。就一小把豆沙馅，大约是5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和鸡蛋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，再把它装入盘中，全部做好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这里需要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松软。然后再整理成圆形，
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用刀给它分成4个大小均匀的面剂。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然后再把底部收严实了，翻个面再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做好后放一旁备用，全部做好后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取一个面团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稍微擀一下，不用擀得太薄。擀好后，再放上刚做好的豆沙馅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。收口处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包好后再放回面板上，封口处朝下，用手轻轻按扁。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牛舌状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给它翻个面，用小刀在上面打上花刀，像这样给它划成一条一条的，不用划得太宽，和面条一样宽就可以，底部不要划断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划好后再给它翻一下面，在两边向中间对折，然后用手把另外一头按薄，再从一头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吐司模具，在底部和周围刷一层食用油，再把生胚放入模具中。全部放完后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个鸡蛋黄，把它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，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包生胚也2次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在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，薄薄的刷上一层就可以。刷好后再撒一些杏仁片点缀一下，如果没有杏仁片的，还可以用白芝麻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烤3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取出来看看，颜色金黄，浓浓的红酒香味扑鼻而来。像这样我们的红酒吐司面包就做好了，稍微放凉后再给它豆蔻脱模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非常的松软。我们掰开看看，中间还有拉丝的感觉，这个拉丝效果非常不错，中间满满的都是豆沙馅，吃起来松软又香甜。如果不喜欢吃豆沙馅的，也可以换成椰蓉馅或者是奶酥馅。这样做的红酒吐司面包一点都不比外面买的差，自己在家做，健康零添加，而且还有一股红酒的清香味。对于喜欢喝红酒的朋友来说，这款面包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酒精已经被高温挥发掉了，吃完也不担心会醉。家里有喝不完的红酒，一定要这样试一试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